台新款的 M4 iPad Pro 我也是用了1个月了，我觉得实际用起来跟我预期的有一点落差。还有非常多人都在问我说，到底要买哪一台？就是这个 M4 iPad Pro 啊，或是 M2 iPad Pro， 又或是新的 iPad Air。所以如果你有选择障碍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我们来讲硬体的部分，就是这台 M4 iPad Pro， 我真的觉得它的硬体升级感受不明显。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 OLED 荧幕感受比较明显一点。大家平常应该都是拿 iPad 来追剧啊，或是看影片。那当然这次升级的这个 OLED 荧幕，它的色彩表现啊，或最高亮度等等的都会更好。但是我最近在看的就是《冰与火之歌》它的前传，有一些像是那种很暗的场景啊，或是龙在喷火之类的，我觉得这个 OLED 荧幕真的是拿捏了，就是表现很好啦。尤其另一方面，如果你今天是拿这个 iPad 来工作，尤其是设计类的，这台 iPad 可以说是首选。因为像前面几部有讲到 iPad 的影片呢，有一位观众就说他们公司就是这一次全面更新他们的 iPad， 就是换到这一台，就是因为它的荧幕。但是那一则留言也同时提到另外一个悲剧，就是这一次这台 iPad 砍掉了它的超广角镜头，但是因为他们工作上是需要用到超广角照片的，所以就变成他们拍照的时候还是要用回原本的 iPad Pro， 这个就是还蛮尴尬的。而且这次拿掉这个超广角镜头，其实是一个令人蛮匪夷所思的决定，就是大家看它现在其实就只剩下一个主镜头，然后取代原本超广角镜头的位置呢是一个更大的 LiDAR， 然后这个 LiDAR 升级其实对一般使用者来说是超级无感的。就 LiDAR 升级到底可以干嘛呢？大家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3D 的相机，它是用来记录空间用的。第一个就是 AR 扩增实境，它的应用方面会更强，那这个可以是娱乐或者是专业用，但是目前是真的没有看到有什么 AR 游戏是很厉害的。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拍照能力会更强，但是真的比较少人会拿 iPad 来拍照，所以对不对？就是一般人会很无感。但是我猜啦，这就只是猜测，这可能也是苹果他们伟大的 AI 计划的一部分，就他们目前应该是有在朝影片 AI 或者是 3D AI 这方面前进。那这样子想的话，这个 LiDAR 就会蛮合理的。但是因为目前任何东西都还没有端出来，而且苹果说他们的 AI 最快是年底之前推出，那撇开我们刚才说到的 3D 应用的部分，我的确相信这个新的苹果 AI 会让 iPad 又更好用。那因为现在也还没有推出嘛，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快速的讲过。就新的 AI 在 iPad 上面有3个方面，就是 AI 写作、AI 图片生成还有编辑，然后第3个就是新的 Siri 应用。那第一个写作部分，就例如说在信箱啊、备忘录或者是 Pages， 你都可以用这个 AI 的功能来帮助你写作，比如说写一封信啊，或者写你的履历之类的。那再来第2个就是 AI 图片生成还有编辑，就是之后 iPad 跟 iPhone 上面都可以直接把你照片上面路人消除。那另外还有其他的 AI 功能，像是它可以生成图片啊，或是生成自己的 emoji， 就是一些蛮好玩的更新这样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iPad 打字必备的配件，就是 EIP 的 MacLight 轻巧 iPad 蓝牙键盘2代。如果你想要提升 iPad 的工作效率，键盘真的很重要，而且现在的价格还不到原厂键盘的1/4。那这款键盘有什么特色呢？首先呢，就是它挑战了业界最轻巧的设计，它这边还内附了保护壳，还有独家的触控笔功能快捷键，不管是学生或是上班族，像是课堂上面做笔记啊，或是公司会议上，都会更有效率。我们都知道呢，很多 iPad 键盘非常笨重，而这个 MacLight 轻巧键盘11寸的重量只有460克，比一瓶水还轻。像是以前大学生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背很多原文书，非常重，所以键盘就要选轻的。或是如果你常常需要带 iPad 外出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感。然后呢，这一次的 MacLight 2代在使用者体验上也做了升级，它这边一整排不只是多媒体的快捷键，这一次还新增了触控笔的快捷键哦。那这些按键呢，在平常使用上真的非常方便。像我们之前用触控笔的时候呢，非惯用手总是会空着，那现在多了这些快捷键，左手总算是有事做，调整音量或是切换 App 都非常实用。平常在写笔记的时候，如果要切换 App， 只要简单按一下快捷键，在网页啊，或是笔记或是其他 App 切换都会变得更加直觉。另外呢，如果你对触控笔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苹果爹之前介绍的 Lenovo AX Pro 2哦。那回到这款键盘呢，它的帽键距离设计的非常好，回馈手感很赞。充电3个小时可以连续使用250个小时，就算是你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连续使用30天不间断。而且呢，透过小工具还可以看到即时电量显示哦，非常贴心。那有别于一般市售双面夹的 iPad 键盘，这款 MacLight 提供更多的边角防护，而且它支援的型号也非常广泛，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 iPad， 买得到的规格都可以在官网上面找到。那目前它是只有这个颜色，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搭的灰白色。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在 EIP 的官网购买，只要输我的专属折扣码 MEIKB 就可以获得200元的优惠折扣哦。那
那以上这2种应用就是文字跟图片呢，在市面上其实已经算是蛮成熟的。但是第3点，我觉得 Siri 要进化真的蛮困难的，因为接下来 Siri 会进化到你要开放一定的 App 权限去给它执行操作，让我们一般的使用者可以用口语的方式让它执行一些东西，比如说传照片给谁啊，或者处理哪些档案之类的。那首先第一个难关就是语音辨识，就是过去我们不喜欢用 Siri，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的辨识准确率真的太低了，就我觉得正确率大概只有50%吧，就是你问他10个问题，可能只听对5个，然后其中可能4个都不能执行。那因为 AI 这方面，苹果是跟 ChatGPT 合作嘛，那我是有用过 ChatGPT 他们的语音对答，我觉得它的语音辨识能力是真的蛮强的。那我觉得就算今天语音辨识很准确好了，我觉得还有第2个难关，就是让 Siri 去做对的事情。就是他今天真的要变得非常聪明，才可以理解我们想要他们做哪些事情，而且做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Siri 可不可以取用第三方 App 的权限？如果 Siri 不能用 Line 的话，其实对台湾的使用者来说，它就是废了。所以真的有太多的因素决定 Siri 好不好用。那么以上讲的这些功能有哪些 iPad 可以用呢？那官方是说，只要是 M 系列的晶片的 iPad 都可以用，不管是 iPad Air 或是 iPad Pro 都可以用。那至于 3D 啊，或是影片 AI 相关的应用，可能就会是一个惊喜。那回到我们的 iPad Pro 呢，这次它有另外一个改版，就是它的前置镜头改到侧边了。那这个功能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无功无过的更新，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在用 iPad 视讯，但是如果你很常需要用 iPad 来上课啊，或是开会的话，应该会还蛮方便的。那再来另外一个硬体改版呢，就是它的晶片这一次用了 M4 嘛，那当然是会更强大，但是其实晶片在 iPad 上面一直都是效能过剩。这样子说的理由就是因为它现在用的晶片已经是笔电级的晶片，可是大家看 iPad 的功能，例如说我在 MacBook 上面用的剪辑软体，在 iPad 的版本它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等于是阉割版。那这个笔电级的晶片在它上面就意义不大，就有点像被限制住吧。所以它的硬体更新就这样子耶。然后透过软体更新，其实前面几代的 iPad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做得到。例如说接下来的 iPadOS 18终于要有计算机了，就是这个超大计算机。这个 iPadOS 18其实还是测试版啦，所以大家现在去看你的 iPad 是没有的。那为什么 iPad 14年以来都没有计算机呢？原因就是贾伯斯他在世的时候就觉得 iPhone 上面的那个计算机如果一模一样的比例移植到 iPad 上面来的话，会非常丑。其实我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这个按键移植上来就是会变得非常大一个，然后看上去就有点像玩具。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看得出来，就是在贾伯斯时代的时候，他们在设计任何东西，美感永远都是摆第一，美就是最重要的，然后设计感大于任何事情，不能为了功能性而牺牲美感。但是现在呢，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计算机这东西没有加进来，真的说不过去。那接下来讲到另外一个 iPadOS 18还蛮好玩的功能，就是眼球控制。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个眼球测试，它去抓你眼球的动作。那你做完之后就可以用盯着荧幕的方式来控制 iPad。例如说你盯着 YouTube， 它就可以进 YouTube， 或者是你看着哪边，它就会选取这样子。那这个功能就是非常像 Vision Pro， 它也是用眼球来控制的，就是用眼球当滑鼠啦。那这个功能其实主要是设计给一些身障人士使用的，就是他手可能不方便的话，他就可以用眼球来控制，就是还蛮新奇的一个功能。那 iPad 上面比较特别的更新就是这2个，那其他的更新其实就是跟 iPhone 差不多。另外一个功能是 FaceTime 远端遥控别人的 iPhone。第一阶段是可以在对方的画面直接画标记，例如说长辈什么功能不会，这样就可以快速知道。第2个阶段是可以直接控制对方手机，当然也要取得对方的同意。这个功能真的超重要的，因为像我家里也有长辈常常需要支援，这样就可以很快解决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到底该不该买这一台 M4 iPad Pro。那这边呢，我就必须要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需求其实 iPad Air 就够了，就大部分的人买 iPad 过来就是追剧啊、玩游戏，然后滑网页跟社群平台嘛，然后加上一些轻度文书的功能 ，Air 也是非常 OK 的。只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到现在还是用 Touch ID， 就它到现在都还没有 Face ID 耶。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有想要追求最极致的萤幕体验的话，就是买这一台。不管你是想要用 OLED 萤幕来看影片就很爽嘛，或者是你想要打游戏有120Hz，就是选它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很犹豫，他到底应该要买
M2 还是 M4 的 iPad Pro， 可能就是预算方面的考量。那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就是这个 OLED 萤幕吧，因为 M2 的 iPad Pro 是 LED 萤幕，还有就是你的配件打算买原厂还是副厂的，也可以一起纳入考量。因为这次这一台 M4 iPad Pro， 如果你要买原厂配件的话，是只能买最新的，就是它跟旧版的原厂配件是不相容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差异当然就是 M4 跟 M2 的晶片，我觉得这两款晶片对于 iPad 来说都是效能过剩。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 MacBook 跟 iPad 如果只能选一个买的话，我会建议说，如果你今天从来没有用过 MacBook，那就选 MacBook， 但也是要看你的用途啦。如果你今天是很爱手写字，或者是你单纯是下班之后娱乐用的话，那就是选 iPad， 因为下班之后你真的不会想要打开电脑，相信我。但是如果你今天有需要处理文件，例如说转档或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的话，就是建议还是买电脑。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这一次到底选哪一台，然后你的理由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1个月心得分享就